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Lindy。这一集我们就来走一趟镰仓江之岛的行程吧。我们早上7点就从东京出发，到东极电铁田园都市线购买这个叫做东极线江之岛镰仓 Free Pass 的一日券，在田园都市线所停靠的车站都能利用自动售票机买到，价格会因为购票车站而有所不同。它的可用范围还包括无限次搭乘江之电电车哦。不过田园都市线并没有直达江之岛或镰仓，所以要在中央林间站转车到藤泽站，再从藤泽站到片濑江之岛，这些车资都包含在一日券内。搭乘田园都市线往返中央林间站，一日券只支援往返各一次。如果回程出站的点跟购票站不同，有可能被追缴多出来的车资哦。我们的行程从江之岛开始，原本打算坐渡轮到江之岛，回程再走跨海大桥回来。只好认命用走的，踏入江之岛，通过了这座1821年重建的青铜鸟居，就是商店街了。我们很快的就找到超人气的现做大虾饼，虽然它在东京竹地场外市场也有分店，但这里才是原创啊！整只鱿鱼或大虾压在饼上。为什么那么大一件？有特色又好吃，难怪这么多人排队。江之岛上的江岛神社可以选择爬楼梯上去，或者是搭乘付费手扶梯。售票处有卖各种组合的套票，但我们选择单买手扶梯的过路费。我真心觉得这日币360的过路费不能省，想爬楼梯后面机会多的是。坐手扶梯沿途还可以看看江之岛最有名的神话故事。话说很久以前，这里有只残暴的五头龙，常常让这里的居民苦不堪言。有一天，这里突然发生了大地震，地震延续了好几天，一座岛从海底浮上来，岛上出现了一位美丽的天女。五头龙看到天女后非常喜欢，于是向天女求婚，但天女开出条件，要五头龙改变自己残暴的行为，才会考虑嫁给他。五头龙从此向善，天女最后也嫁给了这条龙。而这座从海底升起的岛，就是今天的江之岛。江岛神社是由边津宫、中津宫和奥津宫3宫组成，里面供奉的是辩财天3女神。边津宫外有个龙池让你许愿。继续往上走，就可以看到江之岛海蜡烛的建筑物。这是个付费景点，2楼的免费广场有座位区。从这里看江之岛的景，其实就已经很美了。海蜡烛旁边有个热带植物花园，白天免费，晚上有活动时可能会要求付费入场。但这些都不是我们在江之岛最想看的。我们真正想看的是江之岛岩洞，离海蜡烛这里还有一大段路，沿途有餐厅。应该是木村哦，不可能把木村跟中村搞混。好啦，其实是中村屋。这条通往岩洞的路高低起伏很大，但最终看到的景是值得的。要看这种一边是山岩，另一边是大海的江之岛景色，只能走一趟岩洞才行。进入岩洞需付费，洞穴分成第1岩屋跟第2岩屋，还必须照着路线走。其中有一段会一人发1根蜡烛，但洞穴里有打灯，所以我觉得蜡烛应该是用来营造气氛的。洞穴里有一些石雕的佛像，最后会有一头龙，因为太可怕，还把在我们前面的日本小孩吓哭了。西元736年所建立的长谷寺，入场参观需付费。走在长谷寺清幽的庭院里，吸引我们注意的是被上千个小地藏像围绕的地藏堂，也被称为千体地藏。我们来长谷寺最想看的就是它最有名的11面观音神像。据说在西元721年，2尊观音佛像用了同一棵神木所雕刻而成，一尊被供奉在奈良长谷寺，另一尊被推入海里，希望能漂流到需要它的地方。15年后，这座观音像出现在神奈川，当时的人为了供奉它而建立了镰仓长谷寺。可惜长谷观音无法被摄影拍照，接近10米的观音像真的很壮观。在庄严的长谷寺里，另一个被大家喜爱的就是 Q 版地藏，这里的签很有趣，抽完后要加工一下才能看得到签诗。
高德院里最有名的就是贵为国宝的镰仓大佛了，入场参观要付费。青铜打造的大佛是西元1252年开始建制，一开始大佛是在寺庙的室内，但台风及海啸摧毁的寺庙只留下镰仓大佛，于是大佛从此就变成在室外了。镰仓大佛是座中空的佛像，在天气许可的情况下可开放入内。我们在下午3点半赶到了镰仓站，在抵达鹤冈八幡宫前，迎接我们的是镰仓小丁通。这里我只能说寸步难行啊！我们排除万难，赶在3点45分到了鹤冈八幡宫的入口。没想到这里的大魔王是八幡宫气派又华丽的庭院啊！我们开心的边走边拍照，结果但进入主殿的人还是很多。鹤冈八幡宫在日本历史上的幕府时代有很崇高的地位，日本武士道的传统庆典也持续在这里举行。我们只能期待下次再来开眼界了。如果你也是冲着灌篮高手来到镰仓高校前的平交道打卡，那我告诉你，我也是。只是平交道前几乎没有空着没人的时候，在现场等江之电划过平交道的人也不少，只能找机会抓空档。我们下一站见，拜拜。